我决定把自己的眼睛换给阿紫姑娘。你愿意？壮兄弟，你可要慎重啊！眼睛一旦挖出，就会永远失明。再说，阿紫姑娘的眼睛还是有希望用别的办法医治的。我这就去查医书，想出解决之道啊！不要走啊！阿紫姑娘，虚竹先生，快动手啊！壮兄弟，这眼睛一旦挖出，你就会成瞎子了。没事，快把我的眼睛换给他。快点啊！你不要着急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主人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阿紫姑娘她要自寻短见。都怪我医术不精。阿紫姑娘，壮兄弟，把我的眼睛换给阿紫吧。阿紫姑娘，张大哥就在你前面。真的吗？张大哥，你在这儿吧？是啊，我就在这儿。阿紫姑娘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庄大哥，真的谢谢你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？我不要你报答我，我会永远都对你这么好的。你把眼睛给我了，你自己就成了瞎子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只要阿紫你能开开心心的活着，无论为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后悔的。庄大哥，能遇见你，阿紫真的很幸运。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，我的眼睛也越来越舒服了。虚竹先生说，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到时候我一定要第一个见到你。你不知道，这几天我连做梦都在猜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。庄大哥，你太客气了。我记得全冠清说过，你是一个英俊潇洒、气宇轩昂的美男子。不是，不是的，全冠清那是在替我吹嘘，你千万不要信他的话。他能这么说你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就算你不是什么英俊潇洒、气宇轩昂的美男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个大好人。那如果我要是个丑八怪的话，你会不会就不理我了？庄大哥，阿紫是因为你才能重见光明的，又怎么会因为美丑就不理你了呢？阿紫姑娘，主人叫你回房去，他还说，如果你恢复的好的话，今天你就可以重见光明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你快带我回去。哦，对了，庄大哥啊，你也要陪我一起。如果今天我的眼睛能够复明，我一定要第一个见到你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这怎么行呢？我要你陪着我。走了，快走。阿紫姑娘，我今天一定要第一个见到你。走了。阿紫姑娘，你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千万不要用力过猛，啊！来，不要紧张，慢慢睁开。怎么样？我看到了。太好了！我看到了，越来越亮。我真的看到了。
你们的模样，我都看到了。你是庄大哥吧？虽然你不如我姐夫英俊潇洒、气宇轩昂，但也很不错的。阿紫姑娘，你连我都能认错了。哦，你是虚竹先生。阿紫姑娘，我们两个一直照顾你，怎么你眼睛好了就不理我们两个了？我怎么会不理你们呢？你们就是竹见、梅见两姐妹啦，整天叽叽喳喳的，我能听不出你们的声音吗？哎，对了，庄大哥呢？他在哪儿啊？哎，他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是啊，他就在你旁边的。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庄大哥了。哦，当然还有虚竹先生和你们姐妹俩。那我们姐妹可是不敢当，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找庄大哥吧。对对对，我去找庄大哥了，我去找庄大哥了。去吧。庄大哥，慢着点儿。庄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总算是把眼睛给治好了，也算是对得起我大哥了。不知道阿紫姑娘见到庄公子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庄大哥，庄大哥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庄大哥，庄大哥，庄大哥，我知道你一定在这儿，你别躲了好不好？庄大哥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，你快出来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应该让我当面谢谢你才对啊。庄大哥，你还跟我躲猫猫啊？庄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是你庄大哥，我只是个扫地的。你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，你不是庄大哥，你是谁呀？怎么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好啦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是你庄大哥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认错人的，你就是庄聚贤。可是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这么久？为什么全冠清会说你是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？我不是有意骗你的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带着一个铁面。铁面？难道你是铁丑？是，我就是你的铁丑，我就是尤坦之。是我骗了你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哪怕杀了我也行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是全冠清把你的铁面去掉，所以你才弄成这个样子。是，原来你没死啊，而且还一直留在我身边。可是我以前那么折磨你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要把眼睛拔出来给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陪在你身边，永永远远地照顾你。我不信你！你是我姐夫的仇人，你留在我身边一定有什么企图。不是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就连你姐夫也看得出来的。我姐夫？你对我姐夫说什么了？你到底对我姐夫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是他自己看出来的。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永永远远也不想看到你。阿紫，阿紫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只要能让我在你身边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阿紫，阿紫，你回来！
臣萧峰拜见陛下。嗨，兄弟，你我虽是君臣，却情同手足，如此大礼，免了。兄弟，快请起。陛下，这些大宋的平民百姓并没有罪，饶了他们吧。兄弟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些汉人只有杀光了，天下才得以太平。他们投错了胎，成了汉人，那就是得死。陛下，再来！再来！姐夫，姐夫！阿紫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瞧你冒犯了皇上，还不谢罪？皇上，阿紫连接了你数剑，请皇上不要见怪。我说谁有这么好的身手？原来是阿紫姑娘啊！姐夫，你看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啊？阿紫，你的眼睛好了？那还有假？要不然我能接住皇上的剑，还能骑马过来啊？是你二弟治好的。姐夫，你现在高不高兴啊？你重见光明，姐夫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哼，你这个自不量力的蠢货，竟然还想偷袭皇上，别妄想了。阿紫姑娘，你身手果然矫捷，你救了朕。说，你想让朕怎么赏赐你？这个嘛，皇上都封我姐夫做大官了，我也想做个官玩玩。但是我的官不能比姐夫的大，但也不能太小，免得让人家瞧不起。阿紫姑娘，在我们大辽，只有女人管事的，没有女人做官的。上回朕封了你一个郡主，这回朕再给你升一级，让你当公主，就叫平南公主，怎么样？平南？难道皇上真想向南朝用兵吗？公主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要做。哎，阿紫姑娘，你为何不愿做公主啊？皇上跟我姐夫是结义兄弟，我要做了公主，那就等于是你女儿一样，岂不是要比我姐夫小了一辈儿？我可不干，是不是啊，姐夫？阿紫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这个公主啊是长公主，是和我妹妹平辈儿，不是和我女儿平辈儿。阿紫姑娘，你既然被朕封了公主，朕再答应你完成一个心愿，怎么样？君无戏言，皇上说了，可一定要做得到。那是当然。阿紫听封，朕封你为平南公主。谢皇上恩典。参见平南公主。哎，平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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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陛下恩典。兄弟啊，你我兄弟多日未见，今天要好好的畅谈一番呐。是陛下。兄弟，我从你的举止言谈之中，看出你略带伤感。朕君临四海，没有什么办不到的。有什么心事，只管跟哥哥说。不瞒陛下，此事是我平生憾事，铸成大错，再难挽回。
哦，那哥哥倒是要好好听一听。兄弟，咱们边走边说。是，陛下。难怪你30好几还尚未娶妻，原来是难忘旧情啊！可兄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误杀阿周姑娘，铸成大错，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南蛮子，尤其是那些丐帮的叫花子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。阿周已经离开了我，再去多想是谁的过错，只是自寻烦恼。兄弟不必过多烦恼，将来朕要挥军南下，讨伐南蛮之时，一定要把中原武林丐帮众人统统杀光，以报你雁门关杀母之仇，聚贤庄受困之恨。多谢陛下厚恩。只是，臣与中原武林之间的仇怨，早已一笔勾销。事实上，微臣也杀了不少中原武林豪杰，冤冤相报，只能是无穷无尽。战事一起，兵连祸结，便是非同小可。宋人文弱，他们只是动动嘴皮子，战事一起，他们将不堪一击。兄弟英勇无敌，若挥兵南下，平定南蛮，指日可待。还有什么兵连祸结的？兄弟，兄长找你来，你可知是什么事啊？请陛下明示。这第一件事，当然要与兄弟唱句别来之情。陛下，萧峰此次前往西夏，是助我义弟争夺驸马之位，仓促之间来不及禀明陛下，请陛下责罚。哎，区区小事何必放在心上？如若连这样的事我都怪罪你，那如何为你加官进爵啊？加官进爵？对，兄弟听风。微臣已受陛下重恩，不敢再忘。哎，南园大王，萧峰听风。陛下，南园大王萧峰宫中体国，为朕鼓功，封你为宋王，以平南大元帅统领大军，钦此。微臣无功，实不敢受此重恩。兄弟，你难道想抗旨不遵吗？臣萧峰谢恩。快快请起！这才是哥哥的好兄弟呀！啊！哎呀，兄弟啊，哥哥此次南下，却不是到南京为止，而是要御驾到汴梁。陛下要到汴梁，为什么？兄弟，你统领大军，替朕先行，直捣汴梁。他日，你的宋王府便建在赵旭小儿的皇宫里。陛下真的要再和南朝开战了？不是哥哥要与南朝开战，是南朝要与哥哥较量。南朝的太皇太后死了以后，赵旭小儿乳臭未干，居然招兵买马，集结粮草，哥哥岂能容他？赵旭要是敢来冒犯，咱们直接打他个落花流水。他倘若只是畏惧陛下的声威，只是训练兵马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咱们也不必跟这小子一般见识。兄弟啊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南朝地大人稠，资源丰富，他日若有一个明君与我大辽为敌，我大辽将凶多吉少啊！而如今的昏君陷害忠良，朝廷上下君臣不和，这可是天赐的好机会呀！陛下，我大辽列祖列宗都想把南朝列为我大辽的版图，可屡次都以失败而终。这个天赐的好机会，眼看就要落在我的手上了。兄弟，你我君臣能够名垂青史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件美事啊！啊，陛下，微臣有一事相求。兄弟啊，
有话你尽管说，哥哥能答应你的，一定答应。请陛下为宋辽两家千万生灵着想，收回南征的圣旨。我辽人向来以游牧为生，纵得南朝土地，亦归无用。况且兵凶战险，难期必胜，假如小有挫折，反而损了陛下的威名，请陛下三思。兄弟啊，我封你为宋王，平南大元帅，这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高官。你王居汴梁，就等于是大宋的天子。这么高的荣誉，你难道还不愿意率兵南下吗？我萧峰半生浪荡，视富贵如浮云，只希望宋辽两地国泰民安，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免受兵祸战争之苦。哼！这南征已定，你休要多言。陛下，战争延祸天下苍生，倘若陛下一意南征，还请陛下另为贤能才是。以臣统兵，只怕误了陛下大事。萧峰，在你的心目中，南朝就那么重要吗？你只忠于南朝，不忠于我大辽，是不是？陛下明鉴，我萧峰是辽人，自然忠于大辽。大辽若有危难，我萧峰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若不先发制人，我大辽早晚有亡邦灭族之祸。你明知而不为，却说什么赴汤蹈火、万死不辞之话。萧峰平生杀戮太多，实在不想让自己的双手再沾血腥，求陛下准臣辞官，退隐山林。萧峰，你。萧大王，刚刚这里发生了何事？为何皇上会大怒而去啊？属下跟随皇上多年，刚刚皇上离开之时，不难看出，皇上已经动了杀机呀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二弟是怎么把你的眼睛治好的？还说呢，你那个二弟差点让我永远都成了瞎子，还好有铁丑。铁丑？什么铁丑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的眼睛是那个铁头人尤坦之给我的，后来他化名成庄聚贤，当上了丐帮的帮主。庄聚贤，聚贤庄少庄主尤坦之。原来是他，可不就是他吗？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古怪武功，一天到晚的跟在我身边，拼命的讨好我，我可被他骗苦了。唉，当时我眼睛瞎了，又没有别人依靠，我只好装大哥长，装大哥短的叫他，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当初你那么折磨人家，人家还能为你做出那么大的牺牲，这份情谊，你必须要好好报答才是。姐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怎么报答他？难道让我嫁给他呀？人家是为了你才成了瞎子，就算是让你照顾一辈子也不为过。真是笑话！是他自己要把眼睛挖出来给我的，又不是我逼他的。再说了，他的命都是我救的，况且他还偷看过我洗澡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阿紫，就算他以前有什么不是，但他把眼睛给你了是事实，他让你重见光明。你不能不知好歹。你告诉我，除了他之外，这世上还会有第二个人对你如此掏心掏肺的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哼，我可不想欠他什么。我给了他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金银珠宝，让他离我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阿紫，你再过去，把他找回来，好好照顾他。你不要我，你也不用把我推给那个家伙吧。让我跟他在一起，
我宁愿去死。继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必须嫁一个爱你、包容你的男人，才能幸福。我这辈子要嫁只嫁给一个人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我对阿朱的承诺是不可能改变的。我不要听这些。得不到的，永远都是最好的。你得不到阿朱，所以才会一直惦记着他。为了你，我也可以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你干什么？不是只有阿朱可以为你而死，我也可以。阿紫，你就算死了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会不会？如果没有阿朱，可能这辈子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。萧大王，皇上宣平南公主见驾。我要去找皇上，让皇上为我做主。皇上选阿紫干什么？莫非要扣住她用来逼我？不行，皇上既然对我起了杀心，就绝对不能再次久留。等阿紫回来，我一定要带她离开大辽。皇上呢？皇上，这平南公主我不做了，还给你。朝廷封赏乃邦政大事，又不是小孩子家的游戏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这，皇上，你怎么把人女孩子家给吓哭了呢？穆贵妃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替我说句公道话。我跟皇上说我不做平南公主，皇上他就骂我。皇上，她不愿做平南公主，你就封她为平南贵妃吧。胡闹！朕封这姑娘，也是为了萧峰兄弟，一个是平南大元帅，一个是平南公主，好让他们风风光光的完婚。现在倒好，一个不愿意做这个平南大元帅，这姑娘又不愿意做这个平南公主。因为你是南蛮子，所以不想让朕去平南，是不是？我才不管你们平不平南呢，平东也好，平西也好，我都不放在心上。但是我姐夫让我嫁给一个瞎子，皇上你得替我做主啊！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我姐夫不喜欢我呗，想把我推给别人，才逼我嫁给一个瞎子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报，皇上。说，什么事？阿紫姑娘，要不到我房间去聊，我一定帮你劝说你姐夫。也好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你一定能理解我的。走吧，走。说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皇上，
萧大王把府门口贴了封条，还把金印用黄布包起来，挂在了横梁上。看这样子，好像是要不辞而别呀。反了，反了！他根本就没把朕当个皇上。来人，来人！穆贵妃，你真的肯帮我劝我姐夫吗？那当然了，你长得这么可爱，这么漂亮，你姐夫啊，一定是喜欢你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好说罢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姐夫只钟情我那个不在人世的姐姐，无论我怎么对他好，他都不理我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阿紫姑娘，你先到我屋里坐一会儿，待会儿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好，好，好，皇上这么宠爱你，你一定要多帮我说些好话。一定一定，进去吧。嗯。你们即刻率领兵马把南苑大王府给我围了，立刻传令，紧闭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皇上为何怒气冲天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萧峰这厮不知好歹，竟然离我而去。他深知我大辽的机密，定会向这帮南蛮的禀报。倘若真的出了城，将是我心中大患。皇上，萧峰武功高强，能够在成千上万的军马中来去自如。如果让他逃走了，冲出重围，那对我们大辽可是极为不利啊。没错，他若真的到了南朝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臣妾倒有一个万全之策，可保皇上高枕无忧。哦，阿紫姑娘，啊，穆贵妃，怎么又在想你姐夫啊？嗯，阿紫姑娘，这男人家的心思啊，可没有那么细腻。尤其是像皇上、萧大王，那可都是当今世上的英雄好汉。想要收复他们的心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穆贵妃，你不是说要帮我的吗？我的傻妹妹，我怎么会不帮你呢？你慢慢听我跟你说。这后宫的女人成百上千，比我长得好看的，比我更会讨皇上欢心的，那不知道有多少。可是皇上为什么就宠爱你？哎，你快教教我吧。你这么聪明伶俐，和我这么投缘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但是你千万不能够泄露出去。我不会说的，就算烂到肚子里，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好，既然我把你当亲妹妹看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你快说吧，快说快说。瞧把你急的。这上京圣德寺有一位100岁的老和尚，他佛法无边，对我特别眷顾。我向他跪求之后，他给了我2小瓶圣水，叫我通城暗注，在我心爱的男人酒里洒下1瓶。这样的话，我的男人就会爱我一辈子啊，到死啊都不会变心。我已经悄悄地把1瓶圣水洒在了皇上的酒里，现在还剩下1瓶啊。
阿紫，你回来就好。姐夫，皇上召见你，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皇上召见我，就是因为穆贵妃想我了，让我陪她聊聊天而已。那就好。阿紫，我们马上动身，晚了恐怕来不及了。姐夫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来不及了？因为姐夫执意不肯南征，皇上已经起了杀我之心，很快就会派人来拿我，我们只能和皇上不辞而别了。姐夫，你是阿紫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，姐夫去哪里，阿紫就跟你去哪里。当然，你赶紧去收拾，我们立即动身。好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菩萨有灵，保佑萧峰喝下这圣水之后，全心全意的爱我阿紫，娶我为妻，再也不想念阿朱姐姐了。欧妈咪被没哄。姐夫，姐夫，阿紫，这个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好酒，一直没拿给你。我们马上就要远行了，你就喝了它提提神吧。难得你这么有心。来，这下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生一世在一起了。果然是好酒。阿紫，我们即刻上路。好。姐夫，这里真的没有人啊！快走！好。站住！站住！大将军，你去禀告皇上，说我得罪了皇上，不敢面辞。皇上的大恩大德，萧峰永不敢忘。皇上有旨，捉拿叛贼萧峰，格杀无论。上！姐夫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走。姐夫，你没事吧？花椒中毒了。姐夫，不好，这毒正在驱散内力，我的内力在慢慢减弱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我害了你，姐夫。这毒药是我给你喝的。阿紫，姐夫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穆贵妃给了我一瓶圣水，她说让你喝了，你就会永永远远的喜欢我，娶我为妻。所以我在临走前就把这瓶圣水倒进你的酒里让你喝了。是我太傻了，姐夫，是我害了你。别说了，说这些没用的。这是皇上的计，就算你没有上当，皇上也会用别的方法来拿下我。可是我实在是太蠢了，我怎么会上这种当呢？姐夫，我这次害死你了。这不是要命的毒药，我只是一时没法用内力。快捉拿叛贼萧峰！姐夫，阿紫，你快走，去安全的地方，我再去找你。我们走。姐夫，阿紫，我陪在你身边。要死一起走，要死一起。阿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抓紧时间找我二弟三弟，把这里的情况全部告诉他。姐夫，姐夫，我不要离开你！给我拿下！姐夫，姐夫！
手下拜见萧大王。萧峰如今已经是阶下囚，不再是南园大王了。你不用再这样叫我。萧兄弟一向仁义宽厚，为手下所钦佩。手下特地来看望萧兄弟。皇上不杀我，也不见我，更不让人接近我。你是皇上派来的说客吗？萧兄弟果然爽直，那在下就直言不讳了。萧兄弟既然已经知道皇上大怒，那又为何做无谓的反抗？既然萧兄弟是我大辽后裔，那为何不接受这平南大元帅之职，率兵南下？你与皇上情同手足，我想只要萧兄弟认个错，皇上肯定会待你一如既往的。宋辽一旦开战，两地就会陷入战争的泥潭。此后的数年间，就会有无数的百姓无家可归，而战场上，则是积尸如山。那些尸体里，不光只是宋军，里面还会有千千万万的辽军，而他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妻儿老小。我如何忍心看他们变成孤儿寡妇呢？可是，如果萧兄弟不出战，那皇上也会派别的将军率兵南下呀。萧峰本来就是一介武夫，我能说的都跟皇上说了，我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些人间悲剧由我造成。可是萧兄弟，你这样做，丝毫也无法动摇皇上开战的决心呐。你又何必做这无谓的牺牲者呢？如果我萧峰这样做，能让皇上有一丝丝的顾虑或者是反思，萧峰死而无憾。萧兄弟，但愿他能把这番话带给大哥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要找我哥。见你哥？你哥是谁啊？段誉是我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别说陛下现在不在，就算他在，他也不会见你这个疯子的。赶紧滚！你这个狗奴才！我是大理公主，我要见我哥。你个疯子！如果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！赶紧滚！我要救我姐夫，我一定要救我姐夫。哥，我是阿紫，哥，你们快让我进去，快让我进去！我要见我哥，我真的是大理公主，我哥是段誉，是当今的皇上，你们快让我进去，快！你们让我进去！怎么回事？穆姑娘，这个疯子非说自己是大理的公主。让我进去！快让我拿开！姑娘，快救救我姐夫！快救救我姐夫！穆姑娘，是我，阿紫。快救我姐夫！快救我姐夫！哎，阿紫，阿紫，快扶他进去！穆姑娘，阿紫姑娘只是劳累过度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穆姐姐，穆姐姐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嘘，小点声。姐夫，快救救我姐夫，不然
就来不及了。阿紫，你冷静点。阿紫姑娘，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一点？萧大侠到底遇到了什么危险？大辽皇帝让我姐夫当平南大元帅，统帅3军南征。我姐夫不愿意，就辞官带我逃走。没想到半路上我姐夫就被他们抓回去了。阿紫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路去灵鹫宫通知虚竹先生，另一路去燕子坞通知陛下。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萧大侠救出来。对，得马上找到二哥，还有我哥哥，否则我姐夫就没救了。快，钟叔叔，那我和钟灵去燕子坞找陛下吧。也好，那我就跟阿紫姑娘去灵鹫宫，到时我们2路人马直接在雁门关的乱世谷会合。就这样。怎么？哎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郑县出现大面积蝗灾。公子，你何时才能清醒？啊！黄河多处暴涨溃堤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可苦了我大燕的百姓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到底有多少大臣跟朕一样，是真正的体恤民情啊？哎呀！啊，阿碧，你来了，你是不是跟朕一样，是真正的替百姓难过呀？奴婢不懂天下大事，只是担心皇上忧心政务，累坏了龙体。啊，朕没有关系，朕不是还有你阿碧来照顾吗？哎，阿碧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啊，皇上，这是您亲自命司贞房和司制房为表姑娘所缝制打造的凤袍和后冠。啊，是吗？哎，快让朕看看。哎，是。哦，这凤袍针线精美绝伦，表妹穿上一定会很好看的。来，朕看看这凤冠。这凤冠，哎呀，表妹装扮向来是清丽脱俗，可是这凤冠太繁复俗丽了，我担心表妹不喜欢啊。啊，奴婢立刻让司贞房重新打造。好，你告诉司贞房，务必在表妹回来之前就要打造好，否则一律重罚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朕终于完成了光复大燕的使命。只可惜，风大哥、包大哥，两位爱卿却无法陪着朕共享着荣华富贵。你们为了帮朕完成这光复大燕的使命，竟然命丧在段延庆这个老贼手里。每每想到此，朕真是痛心万分。
如今我大燕百废待兴，朕真的好希望两位爱卿能陪在朕左右，共同治理我们大燕的天下。两位爱卿，请放心，你们为大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朕一定会铭记于心，牢记一生，望两位爱卿能够含笑九泉。风大哥，包大哥，朕在这里敬两位好兄弟一杯。表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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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下。表妹，朕知道你一时之间还无法理解朕当初在西夏所做的事情，可那都是因为朕要完成光复大燕的使命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个做什么？当然是想让你知道，朕如今已经是大燕的王了。表妹，那又如何？你是已经光复了大燕，可是人生没有十全十美。你为了大燕，放弃了所有人，风大哥、包大哥，还有我，没有人在你身边，难道这就是你的选择？不，这不是朕的选择，那是宿命的安排。你放开我！朕绝对不会放开你，表妹。朕如今能够把你拥在怀里，就永远都不会再放开了。而且，朕要你一生一世都陪伴在朕的身边，好吗？表妹，朕现在已经是大燕的王了，朕会好好的对待你，绝对不会再做出让你伤心的事情。朕会好好的弥补之前所对你的亏欠，表妹，相信朕好吗？里边请。王姑娘，这边坐，我给你倒茶。你别忙了。能见到王姑娘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王姑娘现在还愿意来燕子坞看望我家公子，我真的很欣慰。你快坐下吧，咱们好好聊聊。表哥。
过几日是朕和表妹雨嫣结婚大喜的日子，这各地使臣定会出现。到时候，朕要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大燕是何等的气派。这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把我表妹雨嫣风风光光的迎娶进来。阿碧，朕对你拟定的这份名单是相当的满意啊。不过，朕有个问题，倒是想问问你，拟这个名单如此的详细，为何单单缺了这大理段誉呢？因为段公子现在已经是大理的皇帝，阿碧担心他政务繁忙，无法前来。这段誉这小子口口声声说跟我表妹是生死之交，我跟表妹大喜的日子，他怎么能不来呢？再说了，不能让人家说我们缺了礼数。还有，这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要让段誉这小子清清楚楚地看明白，谁才是能给我表妹真正幸福的人。表妹，表妹，我看你每天忙于政事，怕你过于劳累，就熬了这碗参汤给你。表妹，谢谢你。表哥，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表妹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是何等的幸运，能够拥有你。就算所有人都离开了我，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也开心。表妹，走，陪我去个地方。爹，你知道吗？孩儿不辱使命，终于完成复兴大燕的伟业了。再也不会有人嘲笑我们富邦只是梦想，我们慕容家可以扬眉吐气了呀！爹，你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，安心的长眠了。爹，其实我这次来，除了向您禀报完成赴燕的大计以外，还有一件大事。这些年来，表妹跟着我受了太多的苦，让表妹苦苦等了太多年了。是时候风风光光的把表妹迎娶进慕容家了。爹，我今天在您的坟前发誓，从今往后一定好好的对待表妹，一生一世都会陪她度过。于嫣在此，请姑父作证，于嫣此生跟定表哥，不管是苦是甘，我都无怨无悔，不离不弃的陪在表哥身边。表妹，能有的荣华富贵，我都愿意跟你共有，因为只有你是值得的。什么？别问客官慢走啊！只要喊几声“吾皇万岁万万岁”，就有银子赏。哎，这到底真的假的呀？慢用啊！千真万确。里边请。咱们哥几个已经上朝当官好几天了。这位是司马大将军。哦。我是李丞相。哎，幸会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哎，我还真不明白，那个阿碧姑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逗那皇子开心啊？他家主子有皇帝梦，咱们哪管得着？只要有银子赚，别说是喊皇上，这喊爹也行。对，喊什么都行。时辰差不多了，那个咱们得上朝陪皇上议事。有兴趣的就一块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对，走。慕容复如今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让于嫣留在燕子坞了。吾皇万
爱卿，快快平身！谢万岁！众位爱卿，今日可否有事要奏啊？启禀皇上，今日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臣等无事上奏。丞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身为我大燕的丞相，隐秘各地灾情不报，欺君罔上，你该当何罪啊你？我问你，郑县蝗灾严重，为何不派人前往救灾？黄河水患严重，两岸百姓苦不堪言，无家可归。作为丞相，为何不派人前往修堤筑坝？哎呀，我没事写什么蝗灾、黄河泛滥呀，擦了擦了。丞相，你说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百姓安居乐业、国泰民安吗？你对得起我大燕的百姓吗？我看你枉为丞相！臣知错，请皇上饶命。好了，罢了。丞相，朕看在你当年跟朕一起光复大燕的份上，朕今日就饶了你。不过诸位爱卿，要以今日丞相之过引以为戒，绝不再犯。切记，我们当官的就要以天下百姓为重，知道吗？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丞相，退朝之后，速派人前往郑县救治蝗灾，还有要派人速解决黄河泛滥之事。总之，我们要给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、丰衣足食的生活，不枉我们身为大燕君臣。是皇上。真是没想到，你这个君王关起门来做的还真有模有样。段大哥，段公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哎，有什么要事吗？皇上，是臣妾邀请段大哥来参加我们的大婚庆典的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！段公子，我还以为你有要事来不了了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皇上，朕，慕容复，你这个假皇！段大哥，皇上，大臣们还等着议事，要不我请段公子到晴云阁休息吧。说得对，快请段公子去休息。段公子，等朕办完要事再去找你谈啊。段公子，请你别再问了。雨嫣，我就是因为担心你，才特地来看你的，我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？慕容复都已经疯成这样了，你又何苦守在他身边呢？表哥对我情深意重，我本就该陪伴着他。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慕容复了。我可以体谅阿碧姑娘，为了圆她的皇帝梦，整天陪她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。可是她从来就无视你对她的感情，还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。她现在都疯了，你居然还对她情深依旧，还要留在她身边，嫁给她，陪她做什么大燕的皇后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心中坚定的信念。表哥为了家族梦想，一直努力不懈。就算福烟大业没有完成，可是他的心一天都没有动摇过。我就是相信他，我就是相信表哥对我的感情亦是如此。雨嫣，你真是太傻了。慕容复之所以会疯，就是因为他不能够面对现实，所以只好每天活在自己的春秋大梦里。他这么懦弱无能，还算个男人吗？这在外人看来也许很荒谬，可是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
雨嫣，你醒醒好不好？你怜悯他的话，我可以找人来这儿照顾他。你没必要为了这个不在乎你的人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人生啊！段公子，我以为你会很懂我。只要我做了决定，我就不会轻易再改变。我在表哥的心里是他永远的皇后，我也应该把表哥当成我永远的皇上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离开这里了。雨嫣，你现在是被怜悯之心冲昏了头，我绝不能让你留下。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表妹！段誉，你到现在了还痴心妄想表妹会跟你走？我告诉你，我跟表妹已经许下了终身了。我能给的，你一样都给不了。你别想再把她从我身边抢走，不可能！你是在痴人说梦，是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慕容复可以把整个大燕交给表妹，你行吗？我这一辈子只爱表妹一个人，你能做到吗？真是说的好听。如果今天要用王语嫣换取你的皇帝之位，你还能这么义无反顾吗？你为了复兴大燕不择手段，甚至还想要当什么西夏的驸马爷。那个时候，你在乎过语嫣的感受吗？你说的没错，可是，正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事情，我才清清楚楚的明白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不可取代，那就是我的表妹，王语嫣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只有拥有了整个世界，才能把这整个世界全都送给我最心爱的女人。语嫣，你千万别听他胡说，千万别信他这种冠冕堂皇的话。我相信我承认我曾经怀疑过，可是现在我深信不疑。语嫣，我知道你对他情深意重，但是也不能拿自己的一生来做赌注啊。段公子，雾姑娘和钟姑娘有急事找你。没想到事情会这样，真是伴君如伴虎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马赶去雁门关，一定要把大哥救出来。段公子，昔日我跟萧峰虽然不是什么朋友，但是我对这位萧大侠的行侠仗义也颇为敬佩。哎，表妹，不如我们一同前往，看能不能帮他们什么忙吧？表哥，大燕不可一日无君，更何况你跟我的婚期都已经定了，不如就派郑国大将军前去帮忙。表哥意下如何？啊，表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。的确，这大燕百废待兴，不可一日无君。哎，就依你所见，依你所见。哎，阿碧，别愣着，快去备船，要快，不能耽误他们的大事啊！快去！哎呀，段公子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啊，以前有些误会，但是我打心里边佩服萧峰萧大侠，所以，如果我们大燕能给你帮上什么忙的话，你就尽管开口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是男人的话，就好好照顾雨嫣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段大哥，你就不要再记挂我了。能够嫁给表哥，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现在我好不容易等到表哥完完全全属于我，我真的很心满意足。能够实现从小到大的愿望，你应该替我开心才是。雨嫣，既然你放不下对他的这份感情，那我就只能祝福你。但是，
你一定要幸福。大哥是为了不让辽宋开战，以免生灵涂炭，才会有此一劫。我们一定要救他。梅见主见。主人，传令下去，灵鹫宫各宫各部所有姐妹即刻动身，前往少林、丐帮等中原武林各个门派，将大哥被抓的始末告诉他们。到时，我们在雁门关外集合，商量如何营救大哥。是。萧大王，石林，你知道我好酒，隔3、5日就送来好酒好肉，萧峰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萧大王，你待手下如兄弟，兄弟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这几天，皇上为什么没有派耶律兄和说客过来？这个手下也不知道。皇上已经调兵遣将，大举南征了。一场战争，终究还是在所难免。皇上他自命英雄，把萧某关在这牢笼之中，让萧某无法脱身。他要杀我萧峰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但他一定要我心服口服，自己亲自率兵南下，取了大宋江山，然后好回来在我面前张扬他的威风。但是他怕我性子刚烈，一怒之下绝食自尽，所以才派你来好酒好肉的伺候我，对不对？萧大王，手下是奉命行事，不能说太多，还望萧大王自己多保重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轻言生死的。不管皇上是胜了，把我押到汴梁也好，还是败了，回来杀我问罪也好，我都一定要再见他一面。我得问问他，到底这场战争给宋辽百姓带来的是什么？各位，萧兄弟义薄云天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他这次
也是因为不忍天下苍生受害，才被大梁的狗皇帝囚禁在南院大王的地牢里，而招致杀身之祸。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说得对，对，要把他救出来。阿弥陀佛，萧施主不计前嫌。当日少林有难之时，萧施主出手相助，击退强敌，才得以保住我少林数百年的清誉。今日呢，萧施主有难，我少林自当拼命相助。没错，萧大侠威名远震，我36洞72岛定当效犬马之劳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在众位赶来以前，丐帮的弟兄就已经打探到，辽王已命人加派人马内外驻守，所以如今必定守卫森严。如果强攻，定会伤亡惨重。就算有再大的伤亡，我们也一定要救出萧兄弟。对，还是救人要紧。我熟悉王府的地形，我可以带路。萧兄弟对我们丐帮有大恩大德，我们丐帮愿打头阵。对，我们丐帮愿打头阵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减少伤亡。阿紫，你很熟悉王府地形，对不对？段郎，你的办法是要利用朱叔叔的看家本领。啊，没错。既然阿紫对王府的地形了如指掌，那我们就从王府的正面攻入。朱叔叔带人挖出一条地道，这样既可以减少伤亡，也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地救出大哥。三弟，你这个办法好。那这样，我和三弟带领灵鹫宫手下，先从正面攻击，以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好，那我率领少林佯攻后院，来分散辽兵的主力。好，那我丐帮就负责接应萧兄弟，并掩护大家撤退。好，好，这样最好了。出！小心！冲进去！走！二弟，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姐夫，你们快走吧！等后面大批辽兵冲过来，你们冲不出去的。不，姐夫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大哥，抓住他们！姐夫，把门打开，开门！开门！沙大侠，赶紧从地道走。快开门！大哥，你快走。三弟，你也先走，我来掩护。好。久闻朱兄弟挖隧道的神迹，天下无双。今日亲见，萧峰佩服佩服。哎，雕虫小技，承蒙萧大侠金口相赞，实在是生平大幸啊！陈长老，谢谢你。嗨，不客气，乔兄弟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丐帮上下一定确保你的安全。
大哥，明白。来，大哥，二弟，姐夫，我可担心死你了。阿紫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姐夫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胡来了。大哥，这次多亏有阿紫及时给我们报信，又告知我们王府里面的地形，朱叔叔他才能顺利的挖出地道，把你从王府的大牢里给救出来。阿紫，姐夫要谢谢你。能救姐夫，阿紫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三弟，你学的六脉神剑已经融会贯通，收放自如了。小弟我这都是保命的本事罢了。姐夫，哥哥现在已经是大理皇帝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真的吗，三弟？段誉无才无德，却接了这大位，说起来真是惭愧。三弟，你是大理之主，怎么可以深入险境，为我甘冒奇险呢？若有丝毫损伤，大哥怎么对得起大理的黎民百姓？大哥这么说，真是愧不敢当。我们三兄弟可是义结金兰，发誓要同生共死的。大哥有难，小弟怎能不来相救？是啊，大哥，今日不光丐帮大理和我灵鹫宫的人马前来营救，玄生大师还带了少林高僧前来助阵呢。还有江湖各门各派的侠义之士都赶来了。我萧峰何德何能，劳烦少林高僧和各位中原豪杰冒死相救。大哥，你这就叫做种善因得善果。你平时一身正气，侠肝义胆，所以大家才甘愿为你而来啊。是啊，大哥，就因为你不肯带兵南征，所以才会被大辽皇帝给囚禁起来。你救了那么多的汉人，大家当然会义无反顾的来救你。主人，主人，诸将没见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！主人，辽兵越聚越多，大家都已被困住，我们伤亡惨重啊！大家都是为我萧峰身处险境，我这就去救他们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姐夫，大家都是为了救你，所以你更应该让大家放心。咱们还是从南门走吧，丐帮的吴长老还在那里埋伏打接应呢，从那里突围更安全。对呀，大哥。是啊，大哥，不行，萧峰绝对不能只身脱险。既然要撤，大家一起从南门共同突围而出。那好吧，诸将没见，你们发由南门撤走的信号。是，主人。好，大家一起随我去接应其他人。好，走。小兄弟，吴长老，各位兄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我们冲向南门。好，让开。皇上有旨，
炮宋朝，杀无赦！邵大侠，辽兵太多，城门打不开。大家冲出去！快走！大哥，快走！我姐夫呢？我姐夫去哪儿了？阿紫，你放心吧，大哥他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阿紫，这样，吴长老，麻烦你带领各位兄弟先往雁门关，我和我三弟去找我大哥。行，两位千万小心。姐夫，姐夫，大哥，我可担心死你了。你以后别再自己去冒险了，好不好？啊！没事，姐夫没事。吴长风受丐帮众兄弟之托，把本帮打狗棒归还给帮主。过去我们糊涂，该死，冤枉了帮主。希望帮主不计前嫌，重掌丐帮。承蒙各位兄弟厚爱，萧峰感激不尽。但萧峰的确是辽人，绝不能再任帮主。各位请起。不，不管你是辽人还是汉人，你都是我们的好帮主。对，你就是我们的好帮主。各位兄弟，丐帮乃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帮，这帮主之位，关系到大宋的安危。萧峰是辽人，如果再任这帮主，必会引来无数祸端，既害了丐帮，也害了大宋。萧峰万万不能从命。可我此地不宜久留，大家快走，走！天已经亮了，梦梦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是啊，回来了。萧大侠，孟姑，梦郎，孟姑，梦郎，梦郎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孟姑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多谢各位英雄大仁大义，不念萧峰的旧恶，千里迢迢来救萧峰，此恩此德，萧峰永难相报。阿弥陀佛，萧施主说的哪里话呀？这以前种种，皆因误会所生。武林同道，患难相助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何况萧施主也是为了千万大宋百姓，不顾生死安危，舍去荣华富贵，仁德责备天下。我们都应该感激萧施主才是啊！多谢萧大侠，多谢萧大侠！大事严重了。萧峰虽是辽人，但自幼长在大宋，一切的变故，让萧峰懂得，辽宋的仇怨不该世世代代再延续下去，否则受苦的必是两地的百姓。阿弥陀佛，萧施主能悟出这些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老衲自愧不如啊！对了，宣城大师，家父在贵寺修行，近来身体可好？阿弥陀佛，令尊自从皈依我佛之后，在少林寺后院清修，身体甚好啊。老衲此次来到南京，也没有知会令尊，以免
引动他的嗔心呐。家父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谢大师相告。好。阿弥陀佛。这个乱世谷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30多年前，我爹娘在这里被袭击，我娘惨遭杀害，我爹就抱着我娘从这里跳下去。幸亏我爹侥幸生还。大哥，这里就是智光大师所说的雁门关惨案发生的地方。聚贤庄一战后，我来到这里。阿朱也就在这石壁附近等了我5天5夜，也是在这里，我和阿朱约定了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如果我们这次能够平安返回大理的话，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立你为后。段大哥，我只希望可以留在你身边，别的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我希望每天都能看见你，那样我就别无所求了。婉妹，你的意思呢？这段日子，我也看见灵儿对段郎你的一往情深。爱一个人很难，默默地守在一个人身后更难。灵儿的情谊，我自然也能体会得到。希望你以后不要辜负我们姐妹俩。穆姐姐，乔帮主，乔帮主。乔帮主，各位，大批辽兵兵分3路追上来了，快，大家撤向雁门关。好，走走走。哎，这城门怎么关上了？这，来，喊2下。将军，将军！请开城门！请开城门呐！奉镇守雁门关张将军将令，战局紧张，不得随便开城，以防辽军的奸细混入城内。我是丐帮的吴长风啊，请禀告张将军，我们呐都是忠心为国的大宋百姓啊，敌人马上就要来了，耽误了时间，到那个时候再开城门，那可就危险了。看你们衣着怪异，根本不像我们大宋的百姓，还说不是奸细？啊，阿弥陀佛，请将军明鉴，这些都是我大宋的朋友，有来自大理的，也有来自西夏的，他们是来帮大宋抵抗辽贼入侵，保我大宋江山稳固，都是抗辽的英雄好汉呐！雁门关乃大宋重地，何等重要！辽兵的兵马转瞬即到，我若随便开城，辽军趁机攻了进来，这天大的祸事由谁来担？大哥，你们若是再不离开，我就命人放箭了！哎呀，弓箭手！大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辽兵一到，我们就腹背受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赶快撤退！好，走，快，走，快，弓箭！
萧峰有负厚恩，劳您御驾亲征，罪该万死。萧峰，朕念兄弟之情，不曾杀你，你却带着一帮南蛮，把我南京城搅得是天翻地覆。今天朕要杀了这帮南蛮们来祭旗，然后再一举攻下雁门关。二弟三弟，我有话对皇上说。萧峰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两位是我结义兄弟，刚才都有冒犯，请多原谅。按照咱们辽人的规矩，大哥，你应该采屋自赎才是。你想要什么？说吧。微臣斗胆，待两位兄弟开口，只要大哥金口一诺。哼，普天之下，我耶律洪基没有的还真不多。想要什么，你尽管开口就是了。今天我萧峰若要捉拿陛下，易如反掌，但我萧峰不会这么做，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把你当作是我最尊敬的大哥。萧峰，亏你还记得我是你大哥。你身为辽人，竟然忘记祖训，一心为宋，更加忘了你我兄弟之间的情谊。你根本不配做我辽人。我萧峰是辽人，永远是辽人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不希望宋辽两地百姓深陷战争之苦。我从没想过自身利益。可你替我想过没有？自朕登基以来，一心为辽，毫无私欲，天地可见。百姓陷入战火之苦，我从没想过自身利益。可我要天下太平。大哥，你可曾想过，其实每一个士兵都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。刀剑无情，有多少大辽勇士死在战争之中，又有多少人要忍受丧父丧子之痛？没有人想过这种骨肉分离、生灵涂炭的生活。可我必须倾我全力，壮我大辽，一统天下。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天下属于万众苍生。让百姓过上承欢膝下、安稳平定的生活，才是百姓的心愿。萧峰恳请皇上立即退兵，且皇上有生之年，绝不率一兵一卒南下侵宋。萧峰，对，你答应这个承诺，我们就立即放你回去。我要的也是这个承诺。你们是在威胁朕吗？朕有什么不答应的？那我就与皇上同归于尽，玉石俱焚。萧峰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哥，我萧峰为了天下苍生、黎民百姓，恳求你了。萧峰，你可真是朕的好兄弟！你竟然用你我兄弟的性命来换取辽宋数十年的平安！好，朕答应你。三军听令！
军北归，南征之举就此作罢。还有，在朕有生之年，不许大辽的一兵一卒侵犯大宋的疆土。如违此事，要入此刀。即日起，萧峰就是我大辽的死敌。如若踏入我大辽半步，杀无赦。传令撤军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。萧峰，你是大宋的功臣，却是我大辽的罪臣。你为大宋立此大功，高官厚禄指日可待。但我希望，将来你不要带着这帮南蛮们来侵犯你祖宗的疆土。杀！多谢大哥对你的高情厚义，平息了这场战争。今日萧峰碍于形势，挟持陛下，大逆不道，是我辽人的大罪人。我愧对陛下，愧对大辽。萧峰死后，再无脸面，立于天地之间。姐夫，我在这儿呢。姐夫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姐夫？姐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夫。
求帮助！这里就是你娘丧生的地方，也是阿柱姐姐等了你5天5夜的地方。大哥，阿紫要比阿柱姐姐待你还要好。阿紫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在哪里？阿紫，你在哪里？阿紫，阿紫，你们不是好人，是你们害死我姐夫的。姐夫是我的，姐夫是我的，谁都别靠过来，谁要敢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阿紫。是不是有人得罪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请你杀了他。是你，就是你得罪我的。我说过了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阿紫姑娘，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。对，我要和我姐夫在一起，阿紫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阿紫，我只想在你身边，走开！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我的眼睛是你给我的。阿紫，阿紫，我姐夫说，我欠了你一份情，要我好好待你。我只想在你身边，可我偏不想欠你什么。不要，阿紫姑娘，阿紫，不要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阿紫，姐夫，不要，我们再也不欠别人什么。不要，阿紫。该还的都还，阿紫陪你一起走。阿紫，阿紫。